妈，我考上央美，给我买个 AirPods 呗。记得我上大学那一年，我是让家里帮我买了一款当时最新款的苹果手机。那个时候应该也算是 iPhone 刚刚开始普及，所以借着考上大学的机会，我拥有了我人生第一台 iPhone。那时候在校园里面拿着一台 iPhone， 确实感觉自己飘了。2020年 ，Apple 早就已经打造了自己完整的生态圈，特别是最近开始流行的 AirPods， 我相信不少刚刚考上大学的同学，一定都想带着 AirPods 进入校园。1999元的售价，差不多将近1个月的生活费，那是否推荐大学生入手 AirPods Pro 呢？首先，这款 Pro 和之前的 AirPods 最大的区别就是降噪，带着它上课，并且坐在最后一排的话，常人耳柄上的力度感应器就可以切换到降噪模式，那么基本你就听不到老师的声音。OK， 这是不对的，上课要认真听讲。耳机很多人最注重的应该就是音质问题，那这款 Pro 其实音质上除了增加了降噪功能之外，音质相比于上一代并没有很大的提升。如果你想要拥有更好音质的耳机，你可能就要跳出 Apple 这个生态圈了。续航上基本不用担心，官方宣称加上充电盒可以工作24小时以上。在我的使用中，耳机充满一次电可以停4个多小时，所以说日常使用完全是够用了。另外 Pro 相比上一代加了 IPX4 的防水性，毛毛细雨应该是可以应付的，不过这个防水我还没有测试过，如果有测试过的同学可以弹幕或者私信告诉我一下。还有一点网上讨论比较多的就是舒适性，因为 AirPods Pro 是橡胶耳塞，相较于上一代的半入耳式，的确会有很多人时间戴久了会出现酸胀的感觉。这个建议去剩下电试戴之后再决定您是否入手，因为耳机的舒适性真的非常的重要，谁也不想花2000块去遭罪受。OK， 最后总结一下，如果你是一个耳机发烧用户，那可能这款耳机真的不适合你。这款耳机在 TWS 真我夏季中几乎抢占了大半个市场，年轻人的大力追捧，可以看出 Apple 又一次引领了潮流，但请理性对待。无线耳机并不是生活的必需品，请根据你自己或者家庭的经济条件来决定是否需要购买。最后，希望你的 AirPods Pro Tier 更贴心。